那么太阳系的正上方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听上去应该是全世界最好回答的问题之一。造一枚火箭，让它相对行星轨道的那个平面笔直朝上打出去，飞进太空拍2张照片，不就完事了吗？可惜不是这样，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件事真的太难了，这就很离谱了啊！要知道，我们连冥王星都够到了，几十亿公里，探测器一路飞过去，还顺手拍了高清照，可要从太阳系自己的头顶钻出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几乎办不到。难到什么程度呢？难道物理定律都要停下来看着我们，一脸困惑地问一句：你们这帮人到底在折腾什么？所以，为什么往上飞会比飞到太阳系边缘还费劲？还有，如果我们真的挤出去了，那上面等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整个宇宙级的麻烦，得从一件小事讲起。地球压根就没在原地待着。此时此刻，你可能靠在椅背上，也可能整个人陷在床里，穿着袜子刷这个视频，你觉得自己稳稳当当，一动不动。某种程度上也没错，但严格讲，完全不是。就在你眨眼的这一秒，地球正拖着你以每秒接近30公里的速度横着往前冲，换算一下，每小时超过10万公里，这个速度是你继承来的，不用交钱也退不掉。所以任何从地面点火升空的火箭，一离开发射台就自动带上了这股横向的疯狂动能。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是天大的好消息。火星、木星、土星、冥王星这些家伙的轨道大体都躺在跟地球差不多的那张桌面上，我们要去找他们，等于本来就在朝那个方向跑。顺风局，好吧，我夸张了一点，你还是得造一枚又大又凶的火箭，烧掉一整栋楼那么多的燃料。但关键在于，你是在自己已有的速度方向上继续加速，而不是从零开始。地球已经替你干完了90%的活，剩下的出发就好。麻烦的是，一旦你想掀桌子，想严格的垂直向上飞，情况立刻变味。你可能会以为得先把这每秒30公里杀到0，再重新往上登，倒也不用。我们要做的是更聪明一点，不是消掉速度，而是把速度这支箭掰个方向。听着轻松吧？算一下就笑不出来了。哪怕只是一次完美的90度转向，需要补上的速度大约是42公里每秒。42公里每秒，这个 delta 的数字直接把话说死了。人类造过的所有传统化学火箭，一个都做不到，不是很吃力，是物理上不给这条路。那换个思路呢？先俯冲到太阳附近再拐弯，行不行？这里有个反直觉的知识点，你得先知道，在速度最快的时候点火，同样一口燃料能撬动的轨道能量会大得多。这条规律对加速、减速那是真好用。可如果你的目标是改变轨道倾角，也就是把整张轨道平面掰歪，规律就整个反过来了。这时候你速度越慢，掰得越省力，所以往太阳里扎反而是花大钱办小事。于是工程师们只剩下一条路：作弊。他们不硬冲，他们去借力，让探测器从某颗行星旁边擦过去，用那颗行星的引力把它甩到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免费的，不烧一滴燃料的转向。至于借的是哪一颗行星，先按住，这个伏笔我们后面会还。好，现在假设我们真的完成了这套引力杂技，硬是冲出了行星轨道所在的那张桌面，那么上面有什么呢？第一站，日球层的边界。日球层是太阳风一路吹出来的巨大气泡，把整个太阳系整个包在里面。它最大的价值是挡住了大量从银河系深处飞来的高能宇宙射线。你可以把它当成太阳系自带的一层外套，一个带磁性的看不见的防护罩。要不是它，地球的日子会难过很多。几十年来，教科书里的日球层长得像一颗彗星，前脸圆滚滚，屁股后面拖一条长得离谱的尾巴。这个画法很合理啊。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高速穿行，太阳风被甩到身后，自然会拉出一条尾迹，对吧？可是在2020年，一组研究人员把多台空间探测器的实测数据和计算机模拟凑到一起，端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在他们的模型里，那条巨大的彗尾根本不存在，日球层更像是一只瘪掉的牛角面包。没错，就是牛角面包。按这个模型，我们此刻正泡在银河系又冷又黑的环境里，被裹在一个巨大的隐形的可颂里面。你可能会想，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凭什么说的这么笃定？问得好，这不是纯靠算的。旅行者1号在2012年真的一头撞穿了日球层顶，2018年旅行者2号也跟着出去了。两台探测器在2个不同的位置，隔了6年，各自记录下了周围粒子密度和磁场的突变。那一刻，人类第一次拿到了太阳系外壳的实测数据，所以这层外套是真的，只是它的形状我们还在吵。不过牛角面包还远不是终点，在它外面还铺着一片大的吓人的疆域——奥尔特云。先说清楚，它不是一堵墙，它稀薄的超出想象，稀薄到你穿过去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根据计算，
它大致像一层球壳，把整个太阳系整个兜住。在那片绝对的黑暗里，可能飘着数以万亿级的冰冻天体，其中一些个头相当可观，甚至能顶得上一座珠穆朗玛峰。那么，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问一句：等等，你们怎么知道它在那儿？毕竟它不发光，也没人拍到过。这个质疑非常合理，答案要退回到1950年。荷兰天文学家杨奥尔特当时正在啃一个老问题：那些几百年、几千年才回来一次的长周期彗星，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巧的是，奥尔特云的奥尔特就是他。他把数据摊开一看，发现2件事：第一，这些彗星的老家远得不像话；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它们来自四面八方，不是从某一个方向来，是天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掉一颗下来。这就把结论逼出来了：行星带之外不可能还是一张扁平的圆盘，圆盘只会往一个平面上扔东西，能均匀地往各个方向扔的，只能是一个近似球形的巨大冰库。说白了，就是一个包着太阳系的宇宙级冷冻仓库。顺带一提，比奥尔特早10几年，爱沙尼亚天文学家厄普克其实已经提过类似的猜想，只是当年没什么人理他。这个推理链非常漂亮，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直接看到过它。所以这就是天文学的日常了，一团可能装着上万亿个天体的云，我们连一张能拿去当封面的照片都没有。那这些距离到底夸张到什么地步？拿旅行者号当尺子量一量就知道了。这家伙1977年离开地球，到现在还在往外爬，速度大约每小时55000公里，向他致敬。真的，可就算这么冲，他要摸到奥尔特云的内缘，还得再飞大约300年，而要彻底穿过整个奥尔特云，需要的时间大约是3万年。3万年，你听到这个数就忍不住想给宇宙的开发者提个工单，能不能把移动速度稍微上调一点？因为这实在是慢得让人心痛啊！如果奥尔特云一直安安静静躺着，那也就算了，可它并不太平。大约7万年前，一个叫舒尔茨星的双星系统从旁边路过，硬是蹭进了奥尔特云的外缘，一颗红矮星带着一颗褐矮星就这么擦了过去。听起来像好莱坞灾难片的开场，对吧？陨石雨，末日倒计时，男主角在发射井前流泪，但真实剧本很平淡。这次擦肩太轻，速度也太快，没能把大批冰块朝我们这边扬过来。它确实晃动了一些天体，可即便被晃到了，那些冰块要飘进太阳系内侧，也得花上几百万年。所以整件事的性质大概是，邻居半夜过来借一杯糖，走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一下我们家的冰柜门。现在把这座冰封王国甩在身后，镜头继续往外拉。你是不是觉得太阳系外面应该是安静、干净、空空荡荡的？想得美！此刻整个太阳系正高速穿过一团叫做本地星际云的东西，这是一片气体和尘埃密度略高于周边的区域。当然，按人类的标准，它照样是货真价实的真空，任何实验室都做不出这么空的空。可跟旁边更空的地方一比，这里已经算是一锅相当浓的宇宙汤了。再拉远一点，刚才那锅汤此刻缩成了一个小小的沉点。欢迎来到本地炮，这是一个巨大的空腔，横跨大约1000光年，里面的物质密度低得离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银河系里的一个 VIP 包厢，有人把里面的气体几乎全扫干净了。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干的？谁是这个宇宙级保洁？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件事：超新星爆发。大约从1400万年前开始，我们这片街区经历了一轮相当疯狂的连环爆炸，大约15颗大质量恒星先后炸开。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里，这些冲击波把气体一层层往外推，最后掏出了一个极其稀薄的腔体，枪壁反而被压得更致密，而我们正住在这个腔体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宇宙邻居真的很有个性，15次超新星，然后留给我们一片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空地。可这些爆炸发生在几百万年前，气泡本身又完全透明，你可能会觉得那应该一点痕迹都留不下吧？错，证据就在我们脚底下。更准确地说，在深海的淤泥里，科学家在深海沉积物里找到了一种很特别的放射性同位素铁60。这东西主要在大质量恒星的内部炼成，然后靠超新星爆发或者强烈的星风被喷进太空。它的半衰期大约260万年。这个数字才是关键，因为半衰期这么短，地球自己46亿年前的存货早就该衰变干净了。所以只要今天还能在海底测到它，那它就一定是后来才从天上落下来的。而在海底，科学家读出了2次明显的沉积高峰，一次大约在200万到300万年前，另一次大约在600万到900万年前。这些尘埃当然不会附一张快递单，写明由某某恒星的遗体寄出，但证据链已经硬得没什么可挑的了。某颗恒星在遥远的地方死掉，它的骨灰穿过茫茫太空，飘到地球，落进海里，沉到海底，然后一直待到今天，等着我们把它捞上来。挺酷的，对吧？好，这里我得停一下，
跟你说句实话，我们一开始说的是垂直向上飞，到这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直线上升其实已经讲完了。再往下，我要是继续假装我们在往上飞，那就是骗人了。所以接下来我不再飞了，我直接把镜头拉到银河系的尺度，让你看看头顶这片天还藏着什么货色。镜头继续后退，整个银河系摊开在眼前。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印象是，银河系是一个安静、优雅、闪着蓝光的漩涡，像电影里那种壁纸。其实不是，当你从盘面上方俯视下去，那张漂亮的明信片立刻变成一个宇宙级的犯罪现场。在银河系的外围，有一片极其稀薄的巨大区域，叫银河晕。这里面飘着好几条恒星流，其中最出名的一条叫人马座恒星流。女士们、先生们，这条流是一具尸体的残骸，它原本是一个矮星系，一个小小的独立的星系。银河系用自己的引力把它一点一点撕开，已经撕了几十亿年。所以银河系的真面目是一头冷血的宇宙时刻，它把一个小星系拖进引力范围，慢慢的、耐心的把它扯烂，把里面的恒星抹成一条条巨大的发光丝带，缠绕在盘面上下。照片拍出来确实很美，但你要清楚你在看什么，那是一个星系正在吃掉另一个星系的过程，只不过按下了万倍慢放。不过啊，星系级的目的还只是开胃菜。把镜头转向银河系的正中心，然后往上看，那里悬着两个巨大的结构费米气泡。名字听着挺无害的，对吧？一点也不，这是两团庞大的伽马射线发射区，塞满了极端高温的气体或超高能粒子。每一个泡从银河系中心往外撑出大约25000光年。25000光年，它们是2010年才被从伽马射线望远镜的数据里挖出来的。在此之前，谁都不知道我们头顶顶着这么两个东西。那么，这么恐怖的能量是谁交的电费？我猜你已经想到了，头号嫌疑人就是坐镇银河系中心的那个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400万倍太阳质量，脾气不好，前科累累。推测是这样的，几百万年前，这头怪物可能一口吞下了一大团气体云，然后打了个嗝，释放出一场规模恐怖到难以形容的能量爆发。如果剧本真是这样，费米气泡就是那次事故留下的伤疤。但案子还没结，调查人员手上还有第二个嫌疑人。银河系中心的一场剧烈恒星形成活动，成千上万颗大质量恒星集体点火、集体爆炸，理论上也能吹出这两个泡。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个巨大的现场，两个说得通的嫌疑人，证据都不够定罪，你自己选吧。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银河系凭什么没散架？盘面、恒星流、炽热气体，几千亿颗恒星全都在高速转动。按牛顿的算法，外围的恒星早就该被甩出去了，可他们没有。这里默默扛下一切的是暗物质晕，一个大致成球形，把整个银河系整个包住的巨大结构。它里面装的东西质量可能比银河系所有恒星、行星、气体云加起来还要多，而我们对它的了解只有一句话：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暗物质这3个字听起来方便的有点过分了，数学算不通，于是往等式里塞进一坨看不见的东西，一算就通了。这操作确实很可疑，像是学生把答案倒推回过程。但麻烦在于，这个看不见的东西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冒头，银河系的旋转曲线要它，星系团的运动速度要它，引力透镜也要它。远处的光线被明显掰弯，可弯折点上什么都没有。3条完全独立的观测指向同一个缺口。早在1933年，兹威基就已经发现星系团跑得太快了。到了70年代，维拉鲁宾一条一条量星系的转速，把这个问题彻底定死。所以那里确实有东西，我们看不到它，也抓不住它，才只好先给它起个名字叫暗物质。但我们没法把它从方程里删掉，删了整个宇宙就不转了。好，讲到这儿，有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我必须坦白。我们开篇信誓旦旦地说，从行星轨道平面直接往上飞几乎不可能，要么燃料多到荒谬，要么就得设计一套极其复杂的引力接力。可是人类其实已经飞上去过了，而且是30多年前的事。1990年，一台叫尤利西斯号的探测器进入深空，它没有从地球起飞就硬往上顶，那样只会把燃料烧成一堆昂贵的烟。它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先朝木星飞。接近木星之后，尤利西斯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引力弹弓。木星那个庞大的引力井把探测器整个提起来，扭了个方向，甩进一条相对行星轨道平面倾角接近80度的轨道。还记得我们前面按下的那个伏笔吗？借的就是木星，免费的无燃料的90度转向，最后由木星买单。于是尤利西斯成了历史上第一台真正从太阳北极和南极上方掠过的人造物。它不像地球和绝大多数航天器那样只能贴着太阳的腰部绕圈，它是实实在在的
从太阳的头顶和脚底飞过去的。物理定律终于松了口，允许我们跳出这个二维世界一次。那问题来了，既然30多年前就上去过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张漂亮的太阳系俯视图？因为尤利西斯根本没带相机。是的，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他不是去拍壁纸的，他背着一堆更正经的任务，测太阳风，测太阳磁场，测那些看不见的带电粒子流。所以在将近19年的服役期里，他一次又一次掠过太阳2极，攒下了一批人类独此一份的数据，却始终没有按下我们最想要的那一次快门。不过说句公道话，就算他带了相机，你也不会拿到课本上那种图，没有发光的轨道线，没有排排坐的彩色大行星，没有那种一眼看懂的构图。真实的照片会是这样，整张画面几乎全黑，正中间是一颗亮到让传感器崩溃的太阳，而所谓的行星只是几个可怜巴巴的像素点，有几颗还会被太阳的眩光整个吞掉。要想一口气把整个太阳系装进一个画框，探测器必须飞得远得多，同时还得配一套既不会被太阳直接晒瞎，又能看清远处那些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暗点的望远镜。这2个要求本身就在打架，所以最终那张所谓的太阳系全家福，大概率得有几十张不同角度的照片拼起来，再人工把轨道线画上去，再把行星放大几千倍，我们才勉强看得见它们在哪。换句话说，我们最后拿到的可能根本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张极其昂贵的示意图。好在最近事情有了一点新进展。2025年，一艘名叫太阳轨道器的航天器爬到了太阳赤道以南大约17度的位置，就是在那里，人类第一次直接看清了太阳的南极区域。你可能会撇嘴，才17度，至于吗？至于，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看太阳永远是从赤道附近的侧面看，整整几千年一个视角。这就好比你认识一个人一辈子，只见过他的侧脸，然后某一天你终于绕到了他头顶上方，那不是多了17度的问题，那是多了一个维度。接下来太阳轨道器还会继续借金星的引力往上爬，倾角预计先到24度，最终可能达到33度。但即便如此，它也不会给你拍那张全家福，它真正要解决的是太阳磁场、太阳风，以及一个听起来简单，其实到现在都没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太阳的磁场大约每11年就要南北极对调一次？讲到这儿，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回避，我们甚至没有统一定义过上到底是什么。太阳系的行星轨道平面相对于银河系的盘面是歪的，大约歪了60度。所以如果你严格的从太阳系向上飞，你并不会威风凛凛的升到银河系上方，你只会斜着扎进银河系里，一头撞进恒星、气体和尘埃之间，然后从另一侧斜着钻出去。因为地球有一个上，太阳系有另一个上，银河系又有第3个上，他们互不承认，谁也不服谁。我们一路都在找头顶的下一层楼，先是行星上方，然后是太阳上方，然后是银河系上方。可你爬得越高，就越会发现真正的毛病不在路线上，毛病出在这个问题本身。宇宙里压根就不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上方，所谓的上只是一个参照物投下的影子。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太阳系的正上方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相对行星轨道平面一路笔直向上，你会依次经过，先是日球层的边界，然后是星际介质，再往外进入包含奥尔特云的那片遥远疆域。至于人马座恒星流和费米气泡，我得再纠正自己一次，它们并不是太阳系正上方的下一层，它们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大得多的系统，那是银河系的家务事。再往外就是宇宙里剩下的一切了。而太阳系这张轨道平面本身也根本不是一座牢笼，它更像是一段被冻住的记忆。大约46亿年前，太阳和行星诞生于一团巨大的、缓慢旋转的气体尘埃云，这团云开始塌缩，越转越快，里面的物质不停相撞，不停摩擦，最后物理规律把这锅浩大的宇宙汤压成了一张盘子，太阳在盘心点燃，剩下的碎料攒成了行星和其他一切。所以地球之所以一直横着飞，不是因为有什么恶意的力量把它锁死在一条宇宙铁轨上，它只是在延续那团物质留给它的动作。而这个动作早在地球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转只是因为它妈妈在转。几十亿年过去，所有行星都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绕着太阳狂奔，就像一大群车跑在一条没有出口也没有尽头的环形高速上。你当然可以变道，可以驶出去，物理定律没有禁止你，它只是给你开了一张天价账单。在太空里做任何一次剧烈的转向，代价都夸张到让人绝望。所以我们的探测器从来不会傻乎乎的往上冲，他们跟引力讨价还价，找木星要一把力，找金星要一把力，在不同轨道之间跳来跳去，花上好几年绕远路，只为了把每1公斤燃料的性能榨到最后一滴。这不是勇猛，
这是精打细算，我们并没有被困在一个二维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一群坐着廉价交通工具穿越巨大三维宇宙的乘客，而且预算还特别紧张。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凑出足够的钱和足够的耐心，把一台探测器送到足够高的地方，让它彻底跳出行星轨道平面，然后回过头来按下那一次快门，拍下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太阳系俯视照。我很期待那一天，但我几乎可以肯定，那张照片一点都不像课本上的插图，它会很黑、很空、很难懂，而且到时候一定会有人盯着屏幕，沉默3秒，然后开口问：等等，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就拍了这玩意儿，